你知道我什么意思啊？那个，就是因为他们价格太高，这个份额我没敢拿太多。如果董事长那边问起来的话，您比董事长预期的价格高多少？高的太多了。你放心，肯定对得起你。我知道怎么跟董事长说。哎，谢谢邢总了啊！欣姐，您打算怎么跟董事长说呀？董事长自己起了贪念，这个事儿啊，就当是给他们的一个教训。但是大雅斋的生意还是要做下去，缺少的份额，我去跟轩辕谈。毕竟我们之前是有过约定的，以他的人品不会反悔。这个张副总，张副总是董事长身边的老人，虽然做人做事儿都不行，但是一直在董事长身边忠心耿耿。董事长对他的话有所偏信，能理解。欣姐，你夹在中间实在是太不容易了。我也是没有退路而已啊。价持续下跌，现已跌破7年新低，全国生猪价格逼近10元附近，全行业深度亏损。这些吊瓶呢，拿到桃花镇打也一样。去问问吧，我们什么时候出院？大夫说了，至少3天呢。高铁必座太尴尬，解决办法来了。购票时可优先选靠窗或过道，车票紧张分到 B 座，可退票重购或上车后协商换座。宣纸产地泾县，一款宣纸世家宣家第35代传人宣永年的绝版纸引进上市，引发了一股激烈的争购潮。这批绝版纸在市面上什么轩然大波，大量买家慕名而来。哎呦，这怎么了？这是？我什么时候卖绝版纸了？哎呀，网上说什么的都有，这不是造谣吗？这是造谣啊！你哪能信他呀？来，快躺下！我告诉你，这不是小事儿啊，咱们得报警，怎么着得有个说法才行。网上的事儿，你找谁去啊？快躺着啊！你的腰还不行呢。来，不行，你干什么？咱们回家，现在就回家。而且他说在桃花镇，咱们得回去看看。哎呦，你这个人怎么听风就是雨了？你给我躺下！什么叫听风就是雨？他现在都明目张胆搞成这样了，我告诉你，这后果严重啊！他要把咱们轩家给毁了。哎呦，至于吗？快躺下！哎，你这干什么？你吊瓶！我叫医生了啊！老薛，你干什么呀你？回家，现在就回。回不了。你知道这事儿？工厂出事了？工厂没出事，比以前还好。那，老薛，你知道轩辕把咱们的库存纸卖了多少钱吗？我知道是80多万，比我想的要多。原来我想的60多万，怎么回事？600多，小700呢。我都没有细算，可是老轩呀，这么多的钱够咱们厂活好几年的，也足够咱俩养老的了。我问你，你是说是轩辕打的这旗号？轩辕这是把咱们轩家的祖宗给卖了，把我轩永年给卖死了。回家，老薛，回家去。永年，哎呦，永年。我们董事长呢对这件事情很满意，说我办事得力，维护了大雅斋的利益。那我就借你的茶，敬你们2位一杯，谢谢你们的帮助。来。哎，小满，怎么了？什么事儿？轩辕哥，你快回来吧！我现在回去干嘛？师傅他从医院回来了。我爸回来了。是啊，你赶紧回来吧。不是，那他知道绝版纸的事了吗？就是因为这个事儿。完了。师哥，这回腰啊可得养好了，对，不能再老吃了。好些了吧？好好养着。师傅您回来就好。爸，
这件事不怪任何人，是我做错了。您要怪的话就怪我吧。你这个爸已经死了。老轩，你给我说清楚，你是怎么卖的那么多钱？我。爸，无法无天呐！永年，轩辕这个事儿啊，我知道，我也同意。嗯，你怎么老糊涂了？是你糊涂了。轩辕这孩子是好心，他不想咱轩家的职场倒闭，他不想你这个当爹的带着腰伤还去捞纸干活，他是心疼你。是啊，老轩，我觉得吧，轩辕这孩子他没什么大错。你现在这个腰还能捞纸吗？你捞不了纸，还不如把以前捞的那个纸啊，当做绝版纸卖个高价啊，解决厂子的这个经济问题。这不挺好吗？是不是？对，其实他这么说也没问题，是吧？是啊。看来你们都支持他，啊，都赞成他，是不是？我们是赞成你啊，天天在家里享清福，没有什么烦心事。那我们呢，也不用担心厂子会解散。我们啊，就一直在老轩家干下去，是不是啊？对，师傅是老轩。师傅，如果轩辕哥胡来，我们都骂他，可他没有做错，他是为了轩家好，为了职场好，更是为了您的身体好。是啊。你们知道吗？这小子这样做，他把我和我们轩家上千年的家业都给卖死了。师哥，什么死不死的嘛，这不就是一个说法吗？你看轩辕挣了钱，自己1分钱都没拿，那钱啊，最后还是到了你的腰包。是啊，就是轩辕哥他不是不孝顺，对吧？他要不孝顺的话，他不得等你死了？那不是，哎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就说他不想坑爹，对不对？他没坑爹那个意思，对吧？爸，我不想再看到你身体出问题了。我不希望你有那么多烦恼，操那么多心。只要您能健健康康的安享晚年，您让我干什么我都成。是，这件事情是我做错了，怪我欠考虑。您要骂我打我，我都受着。就算是要把我给打死了，我也认。这话我在医院的时候就跟我妈说过了。哎呀，行了，起来吧，快起来吧。起来。老轩。以前，你怎么凶这孩子，怎么骂这孩子，我都没有过二话。可这回不一样，他也是为了咱们厂子的发展。你现在好好想想，他要是不卖那么多的钱的话，厂子不就倒了吗？厂子要是倒了，你的命不就没了吗？妈。我知道了，我也看出来了，你们呢，都跟他是一个鼻孔出气，说话是一个腔调。不是，师傅，我一直都不同意。好，张都，你说。我就是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：千年轩家传承到现在，靠的到底是什么？ 闲的，
靠的是对造纸108道工序一丝不苟的匠心，靠的是对客户诚信为本、一诺千金。老祖宗如果像你们这般投机取巧的话，还有今天的宣家吗？就你懂是吧？眼前得过吧。行了，我知道这么多年来，大伙儿跟着我宣永年，确实是受穷了，啊，也许呢是被穷怕了，也许呢就是想赚钱，想赚钱也没错，但是呢，就像镇上的有些工厂，为了赚钱，是非不分，廉耻都不要。永年，你这话从何说起的？我宣家千年传承啊，讲究的是诚实有信，宁失千金，不失一诺。再苦再累，不闪一分。我宣永年没死，你宣言，你居然堂而皇之的拿着我宣永年的这个绝版纸，满世界掘荒，甚至于恶意炒作、谋取暴利，你这是要干什么？你让你妈妈说，你让大家都说说，这是不是数典忘祖？这是不是在祖宗脸上抹黑？永年，你严重了。没严重，宣家的传承是有谱可记呀。我祖上二房的嫡子叫宣茂实，有个叫何员外的人，人家不懂宣纸，于是宣茂实就高价卖给了他2刀纸。就因为这一点，他传承人的位子就给取缔了。还有我祖父，他年轻的时候，他错拿了1刀纸卖给了顾客，结果那刀纸至今还在书房的那个箱子底下放着。70多年过去了，就盼着那个人来取呀。宣言，你在赛场上那个投机取巧，我打了你。可如今呢，你仍然做出那么大的荒唐事，可见你根本就没有改。宣家祖训有明示的，只宣108道，道道有诀，宁断10指，不失一计；宁绝子嗣，不传非人。儿子，下回千万别这样了啊！跟你爸再回个话。宣言，你但凡像张度那样，有他1半的踏实，我也就放心了。不过这样也好，反正你是不在乎宣家的传人的，也行也行。那样，我呢也就不再纠结了。永年，你再冷静冷静。你别管我，宣言。从今往后，你就去搞你的那个什么文创，是好是坏与我们宣家无关。我们宣家是好是坏与你没有半点瓜葛。师傅，冷静冷静，别冲动啊！师傅，冷静冷静。说什么呢？给你爸回个话啊，儿子。给你爸回个话啊，儿子。回个话再啊。爸，我不知道你心目中那个传承人到底要好成什么样。反正我长这么大，干的每一件对的事儿，你都没夸过我。爸，
今天你把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，那我也就一句话，你认不认可我，我无所谓。别呀，儿子，你给你爸回个话，你给你爸回个话，你。师哥，轩辕，给你爸，你再回个话嘛！师哥，给你爸回个话呀！你也不服软，老轩，给你爸回个话呀！让他去。用财虚度世亲，莫负天地馈赠。说。当主世亲，莫负天地馈赠。再说。用财当主世亲，莫负天地馈赠。志趣须存敬畏，莫辱先人匠心。说。志气须存敬畏，莫辱先人匠心。再说。志气须存敬畏，莫辱先人匠心。还敢用粮草烧火吗？还敢不敢？不敢了。还敢跳牢去草里洗澡吗？啊，还敢不敢？不敢了。让你洗澡，让你洗澡，跳老鼠腿里，啊！让你用粮草烧火。不敢了。哎呦，这个不能碰啊！你怎么来了？哦，那个轩辕呢？他摩托车在外面吗？不在。那他肯定是出去了，没在家。你先坐啊，我给你泡个茶。哎，行了，别麻烦了。那你说他这能去哪儿啊？要我说啊，你也别太操心他。这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，经历了这个事儿，让他好好反省反省也挺好。我倒觉得轩辕没错，是轩叔叔，轩叔叔有点太苛刻。轩家1000年传承至今，还能有我师傅这样的风骨和敬畏，那是难能可贵的。如果任由着子孙胡来，早就像蒋二虎家那样了。轩叔叔是对的，但轩辕情况不同呀，他自始至终都不是为了自己，我觉得情有可原。轩家祖训第6条：不献金帛华贵，不慕投机速成，手镯普之则。行了，我不跟你聊了啊，你呀就是轩叔叔的代言人，我去找。我妈和你说我在这儿的吧？还记得我师傅吗？就是那个被你怼的那个。你能不能好好说话？他第一次给我上课，
带我来的就是这儿。这地方啊，景色变化万千的，就好像人的心情一样。我还记得他跟我说过一句话，叫做“山不向我来，我便向山去”。那会儿我哪懂啊？后来我就经常来到这儿，每一次来心情都是不一样的。就像现在，你看，那一座座的山，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？真没想到啊，你这么厚脸皮的人，居然还会有难过的时候。谁说我难过了？你这人真逗啊！话还没说完呢，就开始脑补了。你是不是言情小说看多了呀？啊，对，我言情小说看多了，怎么着吧？哎呀，哎，你听说过一个关于六道湾的传说吗？说这六道湾的悬崖底下有一个绝世美人，摄人心魄。你有什么愿望，只要跳下去，她都能满足你，让你如愿以偿。那你赶紧跳下去吧，再要个联系方式，你俩双宿双飞。如果你能看到的话，应该是个帅哥。真是病得不轻。哎，不是你干嘛呀？轩言，你干嘛呢你？林依然，我好像看见他了，啊！他正向我招手呢。她好美啊，真的，比你美。他比我美，你先回来再说。轩言，林依然，哎，轩言，我跟你说话呢，你先回来再说。三仙，哎，轩言，轩言，怎么样，帅吗？你有病吧你！我本来想过来支持你，安慰你一下，你爸骂你一点都不亏，我告诉你，骂少了，你就是脑子有病。下来啊啊！这风景独好。我下来什么呀我？你脑子有泡似的。上来。今天还捞不捞？大家给个准话。我看啊，你们都不要捞了，我也不想晒。哎，你们说啊，这个老轩的脑子是不是坏掉了？他要立张度为传人，这么大的事情，这么草率，我看轩言比那个张度强100倍都不止。轩言这孩子是我们看着长起来的，他是什么样的人，我们都知道的呀。这么多人里面，就轩言的心最真了。我也觉得轩言哥比张度好。我今天啊，我就放个屁在这儿。轩师傅他要是立了张度，以后有他苦头吃。哎呦，都已经这样了，你还说这些有用吗？我心里看不惯呀。轩言这孩子从小到大挨了他爸多少顿打呀？
哎，如果不想干活的话，大家就都回去歇歇吧啊！在这儿吵吵闹闹的，大家心里都不舒服。这回你演薛年走啊，这厂子里没有一个人支持。苏兰为这事啊还掉了泪。毕竟轩辕这孩子是大家伙眼中看着长大的，孩子好不好啊，谁都看得清楚。哎呀，我也想说你心真狠。其实我心里啊，也挺苦的。哎，你真的要立张度为传人啊？再看看吧。你把眼睛擦亮了，你好好看看。呀，时候不早了，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吧。干嘛？我等秀梅睡了我再回去。小轩老师，觉得这个小院怎么样啊？我小时候常到这里来玩，现在来看呀，还是赏心悦目。毕竟是能让李白啊流连忘返的地方，文人墨客一梦千年。其实啊，说实话，你们家的那个老宅就很不错，就因为你们父子俩吵架了，你还非得搬出来啊？我爸都跟我划清界限了，我呀也长点志气，别赖着了。搞得还挺认真，父子俩没有隔夜仇。行，那中午呢，我就下厨给你做2样我的拿手好菜，让你尝尝我的手艺。辛总客气啊。你当得起。小轩老师啊，你对我们这一次的合作还满意吗？满意啊，生产满意，销售也得力，挺好。听到你说满意，我就放心了。哎，但是你和林依然挺让我惊喜的，我是没想到啊，你们居然能打开宣纸壁纸的市场。桃花镇的宣纸产业有你们在，真的能看到希望。辛总，你错了，是我们要让宣纸产业迎来崭新的未来，一起努力。那既然我们目标一致，从今往后啊，我们之间可就是深度合作了啊。你主内负责好产品研发，我主外负责好生产和销售。设计师的费用呢，我们就按国内1线设计师的标准来算。这个小院呢，我租了5年，就作为你的工作室来用。从今往后，你就只管设计、研发好产品，后面所有的琐事都交给我来处理。还有什么条件？没事儿，你尽管提。哎呦，辛总把该想的都想了，我要再提什么条件的话，是不是有点不识抬举了？活累，不挣钱急。有钱了吧，不干活也急。你说他做人就没有舒服的时候？哎，你看，你看，哎呀，你看，你还不如我呀。
轩辕给我买了这老花镜以后啊，我这眼神啊，比20多年前还好使呢。哎，我可没有点你的意思啊。你干不了这细活，你出去转转吧。你现在有大把的自由时间，你想干什么就去干什么。好，你干吧。哎，哟，老轩，麻杆呢？谁知道？懒驴上磨，屎尿多。啊，你去。啊？什么意思？我来张脸。啊？啊什么张？快点！嘿，你这腰，嘿。师傅，哎，师傅，师傅，您这腰才刚好，你得多休息休息啊！啊，别，师傅，您主要现在您就算抬的话，这也不能算您的呀。师傅，您看看我现在可以，我给您长个脸，师傅来，您休息，您看着我现在行。爹，今天师傅看着，我来长个脸。对啊，师傅，您腰刚好，您歇着吧。歇歇吧，师傅。哎，爹，一连水靠身，2连水扩心。师傅，哟，张多，来，你坐。好。有事吗？师傅，我呢，有点想法。好，你说。您看看啊，咱们轩家历代老祖们从古至今，那做了多少的好纸？我记得咱们的纸样里边有一张宋朝流传下来的诚心堂纸，是吧？有的，就1张，好像那个还是5代十国南唐，有个什么皇帝姓李，李煜。对，好像就是叫李煜。大词人啊，写小楼昨夜又东风的那个，上学的时候我还学过呢。我听老一辈人说，那个纸就是他弄的。而且他亲自设计、亲自督造，也是以他当时宫殿的名字叫诚心堂而命名的。对，那当然是好纸啊。那能不好吗？纸中之王啊！肤如卵膜，坚洁如玉，轻薄如翼，那说的就是他了。宋朝的时候可就是万金难求，眼下存世的，好像哪个博物院有一张。我记得是北宋的大书法家蔡襄的诚心堂纸帖，还有就是咱们轩家的这张了。你说这些是要干嘛呢？师傅，我们为什么不复刻诚心堂纸呢？您想想啊，从上回纸王大赛之后，咱们轩家的名声损失巨大。如果我们可以成功复刻这已经绝世了的纸中之王，
那谁还能撼动咱们宣家的尊位？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太难了。我知道，肯定很难，但好就好在，我们有一个样板啊，我们可以照着标准去琢磨它。正好您现在呢也有时间，咱们师徒俩一起，就拿出铁杵磨成针的功夫，这不比每天捞纸要有意义的多吗？这个宣家的成心堂纸是宣家的老祖宗做的，我记得那纸上有一句诗，那句诗好像就是老祖宗对造这个纸的理解。什么诗啊？您还记得吗？你等着。哎。千冲一随飞星泻，一指诚心见太虚。弄明白了吗？不太明白，不过这让我想到了《淮南子》中描述的一种玄境：诚心轻易，明于天人之分。我也不知道这之间会不会有什么联系。你说的这个我也不懂，反正我就觉得，即便铁杵磨成针，那也是下耽误功夫。师傅，我觉得我们可以试试。好啊，那我们就试试。不管这诚心堂纸能不能制成，今天你都启发了我，以后我就不会没什么事儿可干了，啊！而且呢，正好可以重振我们宣家祖上的荣光，这个事儿非常重要，而且有意义。如果这个诚心堂纸真要做成了，那我死了都值。张度，哎，这是1年生的，这些是2年的，咱们要的呢是3年以上的。力道要脆，尽量少伤树皮，来年还要发新芽呢。来，我来。诚心堂纸啊，精细绝伦。从原料加工上，就要求极致极优。弹条蒸煮以后，撕皮啊，讲究细如面条，要均匀一致，这样成纸后啊，纤维才能够均匀。师傅，这莲丝怎么这么细啊？我们普通宣纸1寸莲啊，这么大小，它要有31根莲丝。那么我推测，诚心堂纸的纸莲要做到至少1寸莲有40根莲丝，甚至还要更多。40根？这个纸莲越细腻，它表面才能光滑如玉，纹理更为细腻。那这可真不容易啊！这还只是个开始哦。宣纸有108道工序，那诚心堂纸呢？它要过的难关，它肯定不止108道关。我们就拿纸莲来说，啊，纸莲那个莲丝越细密，纸莲呢，它就越软。对长莲人手上的功夫啊，它就要求越高。所以说，要做好诚心堂纸，对长莲人，那起码要脱几层皮才行啊。我明白了。
小轩老师啊，哎，我们大雅斋的品控啊，你尽敢放心，从材料到工，完全的1比1复刻，没任何问题。真好啊！能把流水线产品的品控做到跟设计品1比1还原，就从这一点上，我得向黄总您多学习。像您这样有才华的设计师，才是灵魂核心。哎，对了，我到现在我都不敢相信啊，这1巴掌大的小册子，能卖好几千。如果没记错的话，拍卖价最高达到过6800。你们首批生产的那5款产品，没有一件拍卖价低过3000的。我们才卖998，那怕是要抢疯了。黄经理，进度怎么样？哦，放心吧，邢总，其他生产线啊全部停工了，全场突击，每件产品1000套，今天保证给你生产出来。好，轩爷，下午2点钟是我们的首场直播，董事长会在深圳连线给你捧场。董事长在深圳跟我连线，亲自给我捧场。这阵仗不会搞大了吧？不大，这是我们强强联合的首发式嘛，那仪式感必须来。行吧，加油！加油！一张薄薄的宣纸，承载千年的底蕴，祖辈传承着记忆，一脉金揣一成戏。淡淡墨香飘江南，千年古镇有灵气。那人那方那工艺，留下多少传奇？这山水灵气，有多少故事，值此那情侣养育着土地，养育着土地。一张薄薄的宣纸，承载千年的底蕴，祖辈传承着记忆，一脉金揣一成戏。纸上阡陌写丹青，方寸之间有真气。愿以世间多风情。